各位朋友問，哪一國的官员和政府最怕網絡的輿論？無疑就是中國政府啊！出了這麼一宗事兒，還上了熱搜了啊！朋友们，怎麼回事呢？湖南衡陽啊，一家棋牌店啊，突然啊有一天來了一位老人，在门口經過，就到他的店裡邊，就坐到门口那個椅子上了。这个店主的这个女店主呢，一看这老人坐那兒了，低着個頭也不說話，於是他上前一看，哎，感覺這個老人臉色不對啊，好像是有病了。這老頭啊，在店裡邊犯病了，而且呢，就死到這個店啊，他當時沒死到店門口，而是救護車給弄醫院去了。弄到醫院裡去以後呢，人呢沒救過來。這個老頭的家屬啊，說我們家老頭出事兒，就是你這個店主弄的。你要不扶他，你要不摔了，你們一塊兒，他們這個病沒這麼重。然後呢，人家這個家屬就說，哎，你給我10萬塊錢，這事咱就了了。你如果不給錢，我就把老頭的那個遺體擺到你們家店門口去。然後這個事呢，不就歸了派出所了嗎？當地的轄區派出所說呢，雙方協商成功了啊，開始要10萬。後來呢，在派出所的主張下呢，降至了1.9萬元，而且這個錢已經付了，款項呢是備註是人道主義補償款。警方呢和司法所調取了監控，並核實了病史，明確認定老人呢因為自身糖尿病的基礎病這個突發死亡，店主的救助行為沒有過錯，但是呢沒有過錯。還賠了1.9萬，這就讓全國輿論譁然了。這又是一個當初的王浩式的道德淪喪的案件嗎？在中國做好事就得賠錢嗎？結果這個事兒迅速的就上了中國的熱搜了，當地的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老人進店休息離世，店家幫扶，反遭家屬索賠10萬元。8月17日，湖南衡陽一老人因身體不適，在牌館門口坐着休息，失去意識後暈倒。店主李先生的妻子見狀，立即上前幫扶並送醫，但老人最終不幸離世。事後，老人家屬向店家索賠10萬元。李先生稱，老人家屬認為老人是在牌館出的事，且有幫扶行為，應該要為老人的離世負責。雙方調解時，李先生表示願意出於人道主義補償2、3千元，但對方堅持索賠10萬，聲稱要把老人遺體放牌館門口。最終經協商，店家賠付19000元。李先生無奈表示，妻子因為幫扶出這種事很不舒服，明明做好事卻落得這樣的境地。身體不舒服，坐那個門口邊那個椅子，我老婆發現之後，她是閉着眼睛的。倒了，我去扶了一下。當時打了120過來，又送到那個救護車到醫院的時候呢，他又已經斷氣了。那個人在我那裡還沒有死，他老婆打電話給他親戚，他先天晚上就有病了。他說在我們牌館出的事了，要吃飯。他們那邊也是就說，當時你不管他，就像他坐在椅子下面，就是倒下來也不關你們的事，就到所有的交警收了3、2千。然後他們不願意是嗎？說了如果不賠錢，他說把那個屍體弄到我那個門面去，我們是賠了19000啊。這個事情處理不好，
那又是一個這個王浩式的道德淪喪的典型的案例呀！這個事兒給當地的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的政府怕了，因為當地的那個派出所被那個網友追着罵，說你們是正經的派出所嗎？啊！这當地的這個政府領導說，哎，這個事兒趕緊的平息，趕緊的平息，不然的話弄成王浩式的案例，那個王浩都給人家發配到那个村裡的司法所去了，從一法官給弄成一個村裡的司法所去了。那派出所所長我估計這烏紗帽也要丟了吧？然後當地政府說這事兒弄不好，那麼當地政府的那個烏紗帽都得丟了。你看網絡輿論只有在中國才具有這樣巨大的力量。結果呢，當地慫了當地說這19000本來是這個店家掏的，結果當地的這個社區當地社區街道說，我給你掏這19000吧，這事兒趕緊平了就算了。當地的司法所也說，我也給你掏19000吧。你看到沒有？當地政府要兜底這個事兒那有人說了，那個人家那個棋牌室的那對夫婦說接受了反正不管是街道還是司法所給他錢了，說這個事兒就算了吧，反正我們1分錢不出，這個事兒就算了吧。但是後果就是那個棋牌室關着門了這2天也不敢開業了，因為風口浪尖嘛，歇2天吧。當地政府把這個錢給兜底了，我給當地政府點個讚，確實挺聰明避免了更大程度上網絡輿論，對吧？因為中國的網絡輿論可了不得，那麼領導的烏紗帽都保不住，是吧？這個避免了又一個王浩式的這麼一個道德淪喪的這麼一個典型案例。但是呢，當地的派出所呢，有沒有錯呢？讓我說因為咱們是只說這個真相，對吧？我給大夥說說這個事情背後的真相，其實很不堪，這個事兒很不堪，這個事兒為啥呢？它是一個棋牌那個館兒做生意的，如果一個老人在他的門口的椅子上死了，他這個心裡邊那肯定人家說，在他那個棋牌館裡死了個人，你說他這生意還咋做？他心裡邊他肯定也是那個膈應別扭對吧？所以說當初呢，他的這個妻子去看那個老人覺得這個老人身體可能有點不對勁兒，結果呢，他這個蠢丈夫就說，趕緊把他弄到門外頭去肯定這個意思，怕死在他的店裡邊。但是這個蠢丈夫自己又不搭把手嫌膈應嫌髒咋的，不搭把手。他老婆你想想，他能抱得動這個老人嗎？結果呢，就造成了他和這個老人一塊摔到地下了。你要說這個店家有沒有毛病嚴格的來講，他有民事責任。大家都知道，老人突發這種那個糖尿心腦血管疾病，因為糖尿病帶來的就是心腦血管疾病嘛，对吧？你不能移動他，你得等專業的救護人員到了以後，你才能移動。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椅子那兒扶住他，叫救護車。這樣的話，他確實在民事上是一丁點責任都沒有。他怕人家死到店裡邊來，摔了一下。你說這個老人去世跟他家有沒有關係？有，憑良心講有但是在這個網友的口誅筆伐之下吧，你看當地政府怕了，也不敢追究人家的這個責任了。按說派出所當初判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偏颇誰。我說這個大夥同意嗎？各位？哎，不过這個事兒皆大歡喜，當地政府給兜底了啊，這不挺好的個事兒嗎？所以說有的時候這個做好事兒，或者說是緊急避險，你也需要一點常識的，對嗎？點個訂閱，下集再聊。